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斌。感谢二楼朋友，你们好。哎，好，特别开心。显而易见是吧？我是我们队的灵魂人物，是吧？这个队里如果没有我们就只能叫5条人了，是吧？还是先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这个胳膊呢是小时候一次意外啊，高压电啊，咱放松一点啊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，是吧？今天刚接到节目组邀请的时候，我特别开心。果然呢，残疾证是通往节目的绿卡吗？这队呢是组队战啊。实话讲啊，我刚开始选人的时候还挺孤单，因为今年这个赛道只有我自己，少了很多的乐趣。然后呢，后来找了2个看起来相对正常人组了队。组完队之后，我们要起名字嘛，他们想了半天，一开始说队伍名要叫“好汉2个半”，我觉得不太准确。我说我好歹也算3/4吧。后来是我想的5条人。5条手，他俩当时笑得比你们还开心，是吧？果然呢，我说吧，太有人性的跟我当不了朋友，是吧？我觉得真的冲我们这个名字已经赢一半了啊！我甚至觉得有点胜之不武。算了，索性我就当让他们1只手，是吧？前几天跟一个已经淘汰的朋友聊天，他越聊越激动，看着我的袖子突然来了一句：“还是你这玩意儿好使啊！”我说你要是那么羡慕，你也可以来我们赛道嘛。这轮讲讲我小时候的故事啊，我大概是小时候5岁的时候吧，经历了一场意外。当时其实面临着一个很难的一个困境，就是我要在不到1年的时间啊，学会写字，才能顺利的上学前班。但其实我出事之前呢，其实右手早就会写字了，写的还挺好。你现在还要重新学，心里很难接受。那早知道垫左手了。左手写字确实不太容易，尤其是写铅笔字，写完那个字迹呢，会被左手这个手掌呢涂抹一下。写完你看那个字吧，有点像那个渐变艺术字。我妈就哄我呀，说没事咱想想办法啊，咱可以从右往左，从上往下写嘛，这古人都那么写嘛。我就感觉自己生不逢时。你这要是生在了古代，不止写字方便，还没有高压电呢。当时其实岁数小啊，没有耐心，练不下去，经常是练一会儿吧就哭啊就闹啊。我妈想办法哄我，就给我塞一块糖。哎呀，咋说呢？左手越练越灵活啊，身材越练越饱满。别人以为我练成左手呢靠的是毅力，其实靠的就是条件反射。之前我还跟我妈聊过，我说哎，那个时候你跟谁学的？挺有招啊。我妈说可不嘛，我看那电视里边警犬都是这么训练的，是吧？可能也是那个时候我妈把我训练的太好了。很快啊，就是很多事都能自理了，也没有觉得自己呢跟身边人有什么不同。上了学也是很快跟同学打成一片，挨过打也打过别人。其实那个时候啊，小孩呢岁数小啊，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想法，心思很单纯，也没人觉得我是弱势群体啊。我呢虽然是拳脚上吃亏，但是体格上占优啊。你毕竟那么多年的糖不是白吃的嘛。但是呢，甭管我跟谁打架，我看起来都像是那个受害方。有时候即使是我打赢了，老师过来也得训斥对方，说太不像话了，你怎么能欺负人家雪冰呢？啊，同学也懵了，说对呀，怎么才能欺负雪冰呢？小时候就是比较胖啊，然后不擅长体育活动，有点自闭。然后我妈就鼓励我说不用怕，都跟同学一起玩，咱啥也不差。我听进去了，跟同学一起踢足球。他们问我想踢什么位置，我说随便。他们让我当守门员。我守门啊，跟那个空城计的原理差不多，主要是拼气势。对面球员看见我都眼神里充满了困惑，说从来没见过守门员这么嚣张啊！你看他往那一站，还单手插兜呢。实话讲，我其实心里也慌，没办法呀，我就赌一次，我就赌我家后卫啊不会让这个球进入禁区，我还赌对方球员吧有道德，他不好意思踢我右路。但是我没料到的是吧，就我家后卫也想看看我是咋守门的。那小孩踢球哪有道德呀？那天比赛很精彩，咋说呢？40-0，有一半还是乌龙球。那些年真的，我妈妈一边是鼓励我要勇敢自信，又一边默默地保护着我。
每到过年过节啊，就偷偷给老师呢送礼，让老师多关照我，然后还会给一些同学呢买零食，让他们带着我一起玩儿。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？也不过是我妈替我默默行贿嘛。其实啊，我敢站在台上讲脱口秀，也得感谢我母亲啊。之前有一次学校举办演讲比赛嘛，我妈鼓励我参加，我不敢呐，也不会演讲。我妈说不用怕，那玩意儿简单，就像咱家过年嘛，酒桌上订祝酒词一样啊，主要是气势。我教你。她一句一字教我，哎呀，不止教会了我自信，还教会了我错别字跟大舌头。她这么教的：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阳圆缺，世事古难全。比赛那天啊，我站在全校那个大礼堂上，面对着全校的师生，还是紧张了。我说今天给大家朗诵一首苏东坡的词《水哥掉头》。那是我第一次炸场啊，虽然输了比赛，但是给大家带来了欢乐，感谢水哥。我其实也是后来才知道啊，其实在我刚出意外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啊，我妈也差点放弃希望。有一次啊，她骑着自行车带我回家，然后走着走着吧，突然就哭了，然后带着我吧就走向那个火车轨道。我当时其实岁数小，但是马上也发现了我母亲的意图，吓得我当时就喊出来那句名言，我说妈，人生不是轨道，而是旷野啊。开玩笑。其实当时具体说了啥呢，我俩都想不起来了。但是据她回忆啊，确实是我当时的安慰呢，让她打消了轻生的念头。那年5岁的我在铁道边获得了新生，所以你们也可以叫我铁生。现在啊，母亲已经退休了，哎，她虽然已经知道我能够自力更生了，但是还是不放心，一直在偷偷给我攒钱，总说等一天科技进步了，给我装一只那种特别高科技的假手，哎，假肢嘛，就像是科幻电影里那种，可以上天入地，无所不能。我说妈，那倒也不用，你毕竟吧，我讲脱口秀，这玩意儿好使。如果有一天啊，真的装上那种假肢呢，哎呀，我只想给你一个完整的拥抱。感谢大家，我是雪冰。雪冰，索票倒计时。雪冰因为这几次的表演都特别的轻松活泼，他每回上来这个事儿吧，就说每回上来都要说那句是吧？说大家不要紧张，然后怎么着泄泄这劲儿，没办法，得解释。对，然后而且雪冰大家知道吗？那个雪冰是虽然是这个状况，但是他得过冠军，对不对？是某方面一个冠军啊，嗑瓜子儿。也不完全算嘛，我之前是玩魔兽世界，有玩的吗？冠军是家里冠军还是哪种？没有，我玩魔兽世界是在当年的有一个版本，我们团队抢了那个世界的首杀，哎，我作为团队成员之一吧，算是啊，算是一个团队荣誉啊，大概是这样，对，挺厉害的，这你看玩游戏什么的，什么都不耽误，只要有热情，一切都能做到哈。我拍这灯就是最后想给完整的拥抱。完整拥抱那一下，击中了啊！那一下，对，那个煽的很高级，对，因为煽情这种煽恶心了就是脏活嘛。因为他特意把它搁最后一句，就是那一下，然后你就一下就明白了啊，就特别好。我也是那一下就不行了，对。你觉得妈妈是个怎样的女性？很勇敢，很乐观。我妈年轻时候非常漂亮，像艺术照一样。我妈说，我小时候可厉害了，幼儿园里边的扛把子，天天这个上房啊、上树啊，总是在疯、在跑、在玩、在闹，而且争强好胜啊。出车之后好像就很少拍了，中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找不到太多我的照片，合照也很少。我想把我对他们的那个感激之情通过段子表达出来吧，真的是很感谢我母亲对我的培养教育，我觉得才有现在的我吧。哎，雪冰，我想问你一些，就是后边还有的话，就是你会讲很多那种单手以后的生活细节吗？因为我们以前听黑灯，他会讲很多，我其实很期待，然后希望你能讲，而不是我问，比如说什么怎么系鞋带啊，怎么系裤腰带啊，什么这些。现场演示吗？不是，后边你的作品里会有的，会有哈，有的。那我老实等着。好的，行嘞，肯定段子多了去了啊。谢谢。
水兵休息一下，来看一下对方派出来的软柿子的能力。谁呀？谁呀？对方派出来的第一颗软柿子，老板。因为他之前跟我们分享了他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就让他的俱乐部亏损100万的故事，所以他今天决定给自己翻个身，他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当老板的智慧。哇，还有这真有啊，又真有智慧。那得听听。来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开花脱口秀的老板小块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快。我身体健康，精神正常，原生家庭幸福，没上过班，还有点小钱。就你们这个反应就能知道，我这个条件是很难在这个比赛中突破第一轮的，因为脱口秀比赛讲究的是幸福者淘汰啊。直到去年开了家俱乐部。叱咤商海，今年已经走到第3轮了。俱乐部是我跟徐志胜一块儿开的，开业前我们俩还做过风险评估，当时我们俩认为最大的风险就是面临巨额的收入，人性经不住考验啊，财务容易出现问题，所以我们俩运筹帷幄，提前布局，毅然决定在没有任何财务进账时先招一个财务。他还提醒我千万不要怕花钱，一定要招最好的财务。所以我发聘那个职位时，直接就选了财务的最高级别，财务总监。面试那天来了一个大姐，非常的专业，穿了一身职业套装，我穿的也是职业套装，洛杉矶湖人队的球衣。她进门说：“你好，我叫丽丽，来面试财务总监。”我说：“你好，我叫小快。”首席执行官。当时他的眼神都变了，开始上下打量我的湖人队球衣。我说：“怎么，你是勇士队球迷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我从来都不看足球。”他说：“我就是从来没见过首席执行官穿得这么随便，有点不太适应。”说实话，我当时是有点心疼他的。我说：“你慢慢适应，职场也是可以有穿衣自由的。”他说：“好。”当时他和你们一样，在等我接着往下说。但我是第一次给别人面试，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幸亏想到面试嘛，就是通过问问题加深双方的了解，这在脱口秀里叫互动。所以我张嘴问了一句：“你是一个人来的吗？”给他吓了一跳，说你要干嘛？我说您别紧张，职业病犯了。这时我意识到不能再互动了，互动的越多，暴露的越多。我天生就是当老板的料，懂得把问题抛给员工。我说你有什么想了解的，可以问我。朋友们，我说脱口秀已经8年了，这个行业里没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。结果丽丽一个问题就把我干懵了。她说：“请问贵司的组织架构是什么？”不是我跟你们吹啊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组织架构这个词，只能硬着头皮说，我们是一个脱口秀组织啊，主要的架构是铺垫和梗，有时候为了上节目也会加一些犀利的观点，咱最终都会以强行升华收尾啊。丽丽听了以后说了职场人懒得争辩时最常说的2个字：“行吧。”接着又问了我第2个问题：公司财务团队现在有多少个人？公司财务团队有多少个人？公司总共就2个人，都很难说得上是团队，只能说是一对儿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时刻啊，就是你知道答案，但是你说不出口。我只能用一种比较婉转的方式说，我们还是一个初创团队。丽丽的职场经验确实丰富，一下就把我看透了。也就是公司现在还不到50个人，对吧？我说确实是没有那么臃肿啊。当时我就觉得这些大厂出来的人吧，认知还是有待降低啊。
接着他又问了我很多问题，我不是说回答不上来啊，我是压根儿听不懂题。他问我什么融资策略是什么，资产负债表跟谁对接，现金流管理流程是什么。当时那个场面怎么说呢？显得我这个人非常有城府，因为他没从我这儿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。我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是同一个回答：初创团队，初创团队，初创团队。老板嘴中的初创团队就是员工嘴中的我不会，但是我可以学。后来他也着急了，说那您招我进来到底需要承担什么样的工作呢？我当时的想法是，我要把这个工作说得非常复杂，来显示自己的专业。我说你要统计每场演出的票房，你要发放每一个员工的工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说就是做账呗，被我抓到漏洞了。我说什么做账？这叫记账。接着他说了一句完全超出我认知的话，他说记账是会计的活，和我财务总监没有关系。我当时就觉得他肯定是要骗我了，因为上一次听到这种句式还是文章是鲁迅写的，和我周树人没有关系。接着他非常不解地问我说，你这点活招一个会计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要招一个财务总监呢？我就跟他捋了一下我的逻辑，因为在我的概念里，财务就是会计更体面的一种说法啊，就像设计师是美工更体面的说法一样，就像脱口秀男演员是歪瓜裂枣更体面的说法一样啊。招真多呀！为什么招一个财务总监呢？你们去过理发店都知道啊，这个总监就是能力最强的。我倒是想招一个财务店长，没有这个选项啊。丽丽听完了我的解释以后，对我的工作能力表示了极大的认可，说：“你可真幽默。”接着她跟我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会计、财务总监的区别。我当时就想，哎呦，他懂得可真多呀，这个人我要定了。我问他，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开花脱口秀？丽丽说了一句求职者很少在面试时主动说的话，今天先到这儿吧啊。我回去考虑一下，再给你通知啊。他走之前问了最后一个问题，终于让我挽回了点颜面。我特别顺利地答了出来。他说厕所在哪边？我说你出门右拐就行了啊。丽丽走了之后，我第一时间取消了后边6个财务总监的面试，然后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复盘。说实话，我当时感觉备受屈辱，但我还是非常感谢丽丽，也教会了我很多知识，让我很快就用1半的预算招到了财务总监。我先招了一个会计，然后称他为财务总监。我后来经常给其他的朋友讲这个故事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体现了我在挫折中成长的人物弧光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做财务的朋友跟我说：“以你们开花的规模，应该找的是代理记账，3500就够了。”我说那也没差太多呀，我也只给我们财务开了5000一个月。其实我开的是8000，我只是不想承认作为资本家我是被剥削的那一个。这个财务的朋友说3500是年薪。那一天我才知道，我确实不是那种精打细算型的老板，我是苏格拉底型的老板。因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。我知道讲这个段子显得我这个人非常的愚蠢，但是承认自己的愚蠢不丢人，毕竟我们是初创团队，还可以学啊！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快。小怪锁票倒计时。小块老板，您有什么想要问我们的吗？啊，互动一下，互动一下。对对对，多好啊！你看全拍了，哦呦，开心啊！有什么想问来？您问。我这些财务知识可能罗老师知道的比较。对对对啊。
多一点点，没有很多，多一点点啊。对，就你刚才他们跟你说那个应该是扯淡的。就我们当年用一个记账的公司，他每个月过来帮我们做一次账就回去。我记得是10多年前一个月也要1、2千，所以他那个3500不可能是1年的。是1年吗？是，现在更低。罗老师被骗了十几年了，已经10几年了，已经。罗老师被骗了10几年了，好惨呐！罗老师，没有，我们就用1年。但是我仍然觉得你做的对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当时用了代理记账的公司，按你们的说法，我已经被黑了啊。即便是这样，后来做了1年多，我们开始盈利了以后，就开始找了一个稍贵一点的财务的主管，还不是总监级的啊。但这个人来了以后，因为前面那个记账公司账记得太差了啊，所以他来了以后帮我们捋那个旧账，就弄了1年多的时间。对。所以你一开始就用自己人是对的，对，现在我们这是有远见卓识的。对，现在我们每笔钱赔得清清楚楚。哎，小块，我记得你刚来的第1场的时候，你说过你的朋友们早就预言你不可能进第3轮。对，他们现在应该心里边非常的复杂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上一轮我比完了以后，那些俱乐部老板纷纷答应我，如果拿了大王的话，把他们的俱乐部全都给我。因为我是答应他，他说拿了大王的话，我把俱乐部给他。哇塞，那他就赔2个公司了已经。所以说今天也才到一半嘛，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走着瞧是不是？走着瞧，嗨，块儿哥这1年的进步，虽然说在经营上是一塌糊涂，但是这创作上真的负面情绪一积累，整个人就完全跟之前不一样了，非常厉害。好，谢谢同行的评价，谢谢。我想问一下寇老板，那个你刚刚这一段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呀？这就是去年我们刚开业的时候，真的是招财务总监了。现在的公司规模呢？现在有5个人吧。那我再追问一下，你们的企业文化是？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活着，现在是吧？活着，对啊。使命和愿景呢？第1天就应该定。都不敢说那些，啊。没听说过就是长得挺快的，1年就翻番了嘛，2个人变4、5个人。对。像你们俱乐部营业，当然要卖票。还有是不是要签越多的演员，就是这个盈利的可能性是越高的，是这样吗？对，理论上是这样。但是因为我去年没上节目吧，那边的演员他们都不太信任我的喜剧能力，所以说今年我上节目也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也是有这个能力，可以帮助大家多讲脱口秀的。就广深的朋友们也可以多去开花尝试一下。基本上逻辑就是生意做不明白去带货就可以了。有些企业家就这么干的。得了，买卖也谈清了。脱口秀也演完了，让我们把雪冰重新请回现场。我们来看一下雪冰和小快他们的票数情况。小快扭亏为盈，279扭亏为盈，279。在公司的话，应该是能直起腰来了，扬眉吐气了。